对比我们现在所看到，中共透过这个经济的红利迫使各个国家的一些企业政府必须来做一些比如有人说他必须逼迫他下跪那这部分在以前都有产生了一些作用那当然现在大家就很好奇慢慢外资的撤离之后，大家都很好奇到底有多少还是必得屈服在中国市场的这么大的红利底下。这部分老师您自己的观察有没有一些在最近的一些变化呢？我觉得好像到现在为止变化并不大，而且呢，我觉得是凡是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外面的企业，基本上都会向中共的专制制度屈服。我极少听到说有外企在中国为了政治原因反抗中共的，相反，他们可能会为中共为虎作伥，倒过头来破坏本国的民主制度。比方讲，他们会设法影响本国的选举，希望本国的选举结果出现有利于中共专制制度的结果。那么，外国企业如果听从本国政府从政治原因上对中共的制裁，那这些企业就要做好结束在中国生意的准备，或者是主动退出中国市场。你比方讲，包括不从中国采购原材料，减少企业销售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或者减少从中国订购制成品，或者呢就是被动的在中共的反制下的慢慢的撤出。所以从这些局面来看的话，指望外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去努力去改变中共的政治制度，绝无可能。一般来讲，如果外企的本国政府发布不利于中共的法令，外企不从中捣乱破坏，老老实实的遵守本国法令的规定就算企业尽到他社会责任了。但是你要企业主动从民间以非盈利机构的角度去关心中国的人权、环保、社会公正等等，似乎有点夸夸其谈，因为外企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干预中国的专制统治他们最多就是在自己的经营当中秉持良心，不要做坏事就已经很好了。实际上呢，很多外企之所以去中国投资，不是去做慈善或者推广民主理念的，而是去利用那里低廉的劳动力和宽松的环保规定，去赚取低工资、高污染带来的利润。我就举郭台铭那个富士康的例子，他在中国设立了多家大型工厂，有几十万劳动力雇佣了他，那很受中国各地政府的欢迎。但是富士康内部的管理非常严苛，工作时间长，工人很不满，以至于前些年出现过10几次工人陆续在富士康厂区跳楼自杀的状况。这种状况台湾恐怕没有过。那跳楼以后10几起是叫做中国叫10几连跳，这种情形如果是发生在台湾，有哪家企业造成工人在厂房里头这个厂区的大楼顶上跳下来自杀，不要说10几个了，有一个就不得了，轩然大波了。但在中共治下，富士康没有受到什么真正压力他反而在继续扩大投资。所以同样还有就是排污染问题，不少在中国的企业的污染排放远远超过在本国的标准，但是中共不在乎，这些企业就没压力了。所以这要讲到经济全球化的这个问题了。这个经济全球化虽然被世界公认是正常的产业布局，但这种布局本身会钻不同国家相关的经济和环保制度的空子。所以在中国有些学者提出来说，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当中的竞争力有一部分是属于叫做低人权优势，就是说中共当局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放弃了对这个公众利益还有环保管控的标准，这反而形成了吸引很多外企利用这种机会来赚钱。另外，就外企在中国对中共的屈服还表现为被迫的无偿转让技术，还有商业机密，用这个来换取市场进入的机会。这实际上是中共在逼着外企违反国际知识产权的公约，让外企呢不得不为了中共破坏全球的法治秩序充当帮凶。中共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快速提升它的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这种做法。以前我们在这一方面谈过，
实际上，中共已经曾经是堂而皇之的把这种做法列为国家政策的。那么，中美贸易战的根源也就在这里。中美贸易战的起因是知识产权问题。那中国官媒说，美国指责中国是作弊选手，那么中共指责美国呢是贸易霸凌。那么所谓的中共是作弊选手，指的就是中共有一个政策叫做用市场换技术，是一个长期政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外企要想在中国设厂，必须交出自己的技术。我查了一下文件，1984年3月22号，中国国务院在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做好技贸结合和旧设备选购工作的报告当中有段批语，把对外商品贸易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实行技贸结合，用我们的一部分市场换取国外的先进技术，这是加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项重大方针。这就是国策，就偷抢。199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有一个意见，有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当中有2处明确提到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那么中共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呢，世贸组织是明确禁止强制外资转让技术的。那么中共呢，为此就不得不修改法规，字面上不再提这个口号了。那么加入世贸组织已经18年，降到现在已经20年了。用市场换技术这个政策呢，从明的变成暗的了。现在是由地方政府出面，继续要求外企交出技术和图纸。比方讲，最近几年，中国提出了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为代表，要向高端制造业进军，要短短几年内实现世界工厂的技术升级这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共获取，要这个加引号的获取，这种外国技术的这个偷盗活动就日益活跃，因此也就把侵犯和保卫知识产权变成了中美之间的关键争执点了。那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进军所需要的大量民用技术，它本来是不可能全靠政府资助来进行研发的，因为那种技术开发的成本很高，耗时很长，所以它这个靠政府资助的研发所形成的产品和技术只适用于军用领域，在民用领域它实际上不具备商业竞争价值。于是呢，中共从国外捞技术，我讲的是捞技术，好听的说法，讲难听点就是偷盗。这种偷盗技术就成了世界工厂技术升级的重要手段和捷径。所以不少同一个行业的外企是被迫的进入了无偿出让技术给中共的恶性竞争，就是你不让他，就别的这个竞争的另外一家外企就让，就是结果呢就会反而不让技术的，不交出技术来的，这公司反而被动。而且呢，中共还威胁无偿这个出让技术的外企是不许讲出去，否则你在中国的日子非常难过。所以这样的话，无偿出让技术的外企是吃了大亏还不敢讲。我记得前些年台湾有一位高维邦先生就一直在讲台企在这方面遭到的困境。我记得有一次在高雄，我还和他一起同场做过一次演讲，好像在中山大学。那么后来中共无偿索取外国技术的这个胃口是越来越大，那么对技术标准的要求，技术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外企的生存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而国际社会的批评和抵制也越来越多。那么最终是中共就干脆把获取外国技术重点从强迫企业转让变成了盗窃了，技术间谍横行全球。这一方面的问题就涉及到美中两国的谍报战，今天我就不展开讲了。所以中共对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的威胁，往往是通过谍报战、盗窃技术来削弱民主国家的技术和经济竞争力，进一步动摇民主国家的就业、社会稳定和技术发展能力，最终达到动摇民主国家的制度根基，让红色渗透的势力扎根，帮助中国不战而胜。所以中共对美国就一直在实行这样的战略，对台湾也是如此。